大家好，我是张之夏，欢迎来到乐龄养生。请您现在就停下手里正在忙的事情，把钱包里的那张健保卡拿出来，好好的、仔细的看一看它。这张卡，我们每个人几乎都随身带着，谁没有它呢？可正是这张小卡片，里面藏着的秘密，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用途好像非常单一，生病了，到医院诊所，挂号时递给柜台人员避一下，证明身份。之下必须用认真的态度告诉您，这个想法可能会让您每年都在不知不觉中亏损本该属于您的健康和真金白银。请您再仔细端详一下这张卡的背面，那小小的芯片，那里面其实就像一组精心设置的黄金密码锁，而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就是您自身的几个条件：您的年龄、您的户籍地、您的身体状况。只要符合特定的条件，这张卡就会瞬间变身，它不再只是一张被动的看病凭证，而会直接变成一张主动为您省钱的现金储值卡和一张通往多种免费高端医疗服务的钻石级通行证。政府每年其实都在通过这套精密的系统，悄悄地向符合资格的民众，特别是辛苦了一辈子的长辈们，发放价值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补贴与福利。遗憾的是，有非常大一部分符合资格的长辈完全不知道这些权益的存在。在之下为您揭开这些黄金密码之前，我想先真诚地请大家帮一个小忙。如果您是的一次看到我们的内容，却还没有按下那个关键的订阅键，那么请您务必花1秒钟，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别忘了打开旁边那个提醒用的小铃铛。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也是我继续挖掘这些实用信息的动力来源。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首先，我们来破解健保卡里的第一个，也是最基础、最应该被每个人知道的黄金密码。这个密码和您的年龄直接挂钩，它叫做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用我们老百姓最熟悉的话说，就是政府买单的免费全身健康大检查。之下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感觉身体这里有点酸，那里有点痛，或者最近特别容易疲劳，心里就开始犯嘀咕，我是不是血压高了，血糖会不会有问题，肝脏肾脏还好吗？心里一担心，就想着自己掏钱去诊所或医院，跟医生说，医生帮我做个全身检查吧，该验的都验一下。于是抽血、验尿、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一套流程下来，等到缴费的时候，账单上的数字往往会让人心里咯噔一下，3000、4000甚至5000块新台币就这么花出去了。对于很多节俭了一辈子的长辈来说，这笔钱花得实在心疼，有时甚至因为心疼钱，就把检查的念头又压了下去，选择再观察看看。但是之下今天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笔检查的钱，政府老早就考虑到，并且已经为您预备在您的健保卡里了。您完全不需要自掏腰包去做这套基础的体检，这就是国民健康署推动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请您仔细听，只要您的年龄在40岁到64岁之间，那么每隔3年，您就可以凭借您的健保卡，堂堂正正的免费的接受一次完整的成人健康检查。请注意，是每隔3年一次。而对于我们乐龄养生频道最核心的观众朋友们，也就是年满65岁以上的亲爱的长辈们，这个福利更是直接升级加码，变成了一个更贴心、更周到的安排。您每1年都可以免费做一次这样的全面检查。是的，您没有听错，是每1年都有一次机会，完全免费，由政府负担检查费用，这是政府对于长者健康的一份特别关爱。那么，这个免费的检查到底检查些什么呢？它可不是像有些街头活动那样，只是简单量量身高体重、血压就结束了。它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全面的基础健康评估，它主要涵盖了几个最关键的身体指标。首先是血液常规检查，看您有没有贫血或发炎的迹象；其次是尿液检查，这是评估肾脏功能的第一步；然后是血糖和血脂，这是判断有没有糖尿病和高血脂症的核心依据；接着是肝功能指数和肾功能指数。这些指标就像是您身体内部运行状态的仪表盘，任何一个指标出现异常，都是在给您发出早期的警报。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在初期是几乎没有明显症状的，只能通过这些数据来发现。如果您不去做这个免费检查，而是等到头晕目眩了、脚肿了、不舒服了才去看医生，那时候医生开的检查单，往往就需要您部分负担或者全额自费了。所以这个信息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您是从口袋里掏钱还是享受免费福利。那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之下告诉您一个简单的方法，下次您去附近有提供这项服务的医院或诊所时，可以不用直接去挂某一个科的号，您可以走到服务台或挂号柜台，直接询问，请问你们这里有提供国健署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吗？或者，当您见到医生时，也可以主动提出来，医生您好，我想用健保卡做一次政府提供的免费成人健康检查，只要您这样明确表达，医护人员就会明白了。然后您只需要像平常看病一样刷一下您的健保卡，系统就会自动识别您的资格，那几千元新台币的检查费用就会瞬间被减免掉，您通常只需要支付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的挂号费，仅此而已。而且现在很多地方卫生所、社区医院为了鼓励大家来做检查，在推广期间常常会免除挂号费，您算一算，这难道不是一笔实打实的隐形收入吗？这笔钱省下来，买点营养品，或者和老朋友出去喝喝茶，散散心，不是更好吗？这是政府为了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慢性病而设立的福利，我们不去使用它，就等于是把送到手边的健康和财富给推了出去，实在是太可惜了。接下来，之下要讲解第二个黄金密码。这个密码的重要性比第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甚至可以被称为救命密码或保命符。它的价值远超普通的健康检查，因为它针对的是我们最害怕的疾病——癌症，这就是专门为特定风险族群设计的5癌筛检福利。众所周知，癌症已经连续几十年高居台湾10大死因的首位，它的威胁近在咫尺。而现代医学证明，对抗癌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早期筛检癌症的那些精密检查，费用往往非常高昂。比如，要做一次能够清晰看到肺部微小结节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或者做一次能够直接观察肠胃道状况的无痛肠胃镜，自费的价格动辄就要7、8千元，甚至上万元新台币。这个价格门槛让很多心里有担忧，但又节俭惯了的长辈望而却步，心里总想着再等等看吧，也许没事呢。结果往往拖到身体出现剧痛、出血、明显消瘦等不可忽视的症状时才去就医。而那时，病情常常已经进展到中晚期，治疗起来不仅花费巨大，过程辛苦，效果也大打折扣。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政府早已将针对5种最常见癌症的免费筛检资格，像一份隐形的礼物一样，内置在了您的健保卡系统里。只要您的年龄、家族史或个人生活习惯符合设定的条件，您就可以直接刷卡启动这项福利，完全不需要为那高昂的检查费发愁。之下在这里挑出其中最关键也最普遍的2项，为大家展开来详细说明，因为这2项关乎的人群最广。第一项是大肠癌筛检。大肠癌已经多年位居台湾癌症发生率的榜首，但幸运的是，它也是最容易通过早期筛检来预防和治愈的癌症之一。政府规定，所有年龄在50岁到74岁的民众，不分男女，每2年都可以免费接受一次定量免疫法粪便潜血检查。这个检查方法非常简便，毫无痛苦。您会从医疗机构拿到一个采便管，按照说明，自己在家就可以轻松完成取样，然后寄回或送回指定的检验单位即可。它检测的是粪便中是否有人眼看不见的微量血液，这是大肠息肉或早期癌变可能出现的信号。如果检查结果是阳性，请不要慌张，这只是一个风险提示。政府紧接着的福利是，会为您进一步安排免费的大肠镜检查，由专业的医生用内视镜直接检查您的肠内状况，如果有小息肉，甚至可以在检查过程中就直接切除，防患于未然。这一整套从初筛到精检的流程都是免费的，请您想想，如果您自己去做大肠镜，要花多少钱？而现在，只要您符合年龄，定期做这个简单的粪便检查，就相当于为自己买了一份宝贵的早期预警保险。第2项是肺癌筛检，这是近几年才新增的，堪称重磅级的福利。肺癌是台湾癌症死亡率的头号杀手，因为它早期几乎没有症状，等有咳嗽、胸痛、咳血等症状时，常常已经转移了。传统的胸部 X 光检查对于发现早期微小的肺癌病灶能力非常有限，而现在政府推出了针对高危险群的免费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服务。这个检查的影像非常清晰，能发现小至 0.3 公分的肺部结节，自费做一次要上万元。那么谁符合这个免费资格呢？主要分2类人，第一类是有肺癌家族史的朋友，具体是指您的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中有人曾罹患肺癌。第2类是有重度吸烟史的朋友，指的是吸烟史达30年以上，且目前仍在吸烟或戒烟时间还未满15年的民众。
只要您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就可以享受每2年一次的免费 LDCT 检查。这对于有家族遗传担忧的老烟枪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福音。这已经不单单是钱的补助了，这是在给您一个抓住早期病变、极大提高治愈率的机会，是真正的救命福利。所以，之下恳请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去核对一下是否符合这些癌症筛检的资格。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者心存侥幸而错过了这可能是改写生命剧本的关键一步。您的健康是全家人的幸福所系。讲完了关乎健康和生命的医疗检查福利，我们再来谈谈最直接、最实在的，那就是现金密码。这第3个密码跟您户口本上登记的地址，也就是户籍所在地紧密相关。这部分内容直接关系到您的银行账户里会不会定期多出一笔钱，或者说您的每月固定开支能不能减少一大笔。我们要说的就是老人健保费补助。在台湾，全民健保是我们医疗的基石，每个月的健保费是一项固定的支出。对于65岁以上已经退休、没有固定薪资收入的长辈来说，如果您的健保是依附在有工作的子女名下，那么每个月大概需要自付826元左右的保费，这笔钱通常是从子女的薪资里直接扣除的，一年累计下来就是9912元，将近1万元新台币。对于依靠退休金或子女奉养的长辈来说，能省下这笔钱，无疑能减轻不少经济上和心理上的负担。政府体察到了这一点，因此全台湾绝大多数的县市政府，特别是人口密集的6都以及基隆市、新竹市等等，都陆续推出了老人健保费自付额补助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精神就是为了敬老，照顾长者生活。只要您的户籍设在该县，是满一定年限，并且您最近1年的综合所得税收资料显示您的税率未达到一定标准，或者您单纯就是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那么政府就会主动出手，帮您缴纳这笔每个月826元的健保费。最方便的是，这个过程在您符合资格后，通常是自动生效的。您不需要每个月拿着缴费单跑来跑去申请，健保署的系统会自动将您的缴费资料转为政府补助，不再向您或您的子女的投保单位请款。然而，之下在这里必须划出一个巨大的重点，这也是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必须避开的大坑。因为很多长辈的健保缴费是挂在子女的公司名下，由公司财务部门每月从子女薪资中统一代扣代缴的。这里就存在一个时间差和信息差的问题。当长辈的资格符合，健保署的系统已经将您的费用核销后，这个变更信息传达到子女所属的公司人事或财务系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或者有些公司的系统更新不够及时，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员工眷属符合补助资格这回事。更常见的情况是，子女们工作繁忙，每个月拿到薪资条，往往只关心实发金额是多少，很少会去逐项细看扣款明细，特别是健保费这一栏的具体构成，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普遍却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政府这边已经帮您把费用免掉了，但子女的公司那边还在循着旧的扣款资料，继续每个月从子女的薪水里扣纳826元。您发现了吗？这等于是一笔钱被扣了2次，您的福利权益在无形中被侵蚀了。这笔钱并没有消失，它可能是被公司多扣了，也可能在某个环节滞留了，但无论如何，它没有进到您的口袋，也没有留在政府那里，而是平白损失了。1年将近1万元，10年就是10万元，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它可能是您1年的买菜钱，可能是好几次旅游的基金，可能是给孙子的好多份红包。所以，之下在这里要给您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具体的行动建议。今天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请您务必立刻马上去打个电话给您投保的子女，用温和的语气关心他们，然后请他们帮个忙，孩子能不能把最近2个月，特别是这个月的薪资明细单找出来，我们看一下健保费那一栏是怎么扣的，您和子女一起仔细核对一下。如果您的户籍在提供补助的县市，并且您已年满65岁，那么理论上薪资条上不应该再出现您名下的这笔826元扣款。如果您发现这笔扣款仍然存在，那么请不要犹豫，立刻采取行动。第一步，可以先请子女向公司的人事或财务部门友善地提出询问，请问我家的健保费补助似乎已经生效，为什么薪资里还在扣这笔钱？是否可以帮忙核实一下系统？很多时候，公司一经提醒就会去处理并退款。如果公司方面表示不清楚或处理不了，那么的2步，可以直接拨打健保署的服务专线，
或者亲自到各地的健保署办事处查询，确认您的补助资格和扣款状态，并申请退还多扣的款项。请您记住，这笔钱是政府基于关怀政策给您的福利，不是给任何公司的额外收入，您有绝对的权利把它追讨回来。守护好自己的权益，从看清一张薪资条开始。除了上述核心功能，健保卡还有一个针对特殊身体状况的贴心服务，它体现了健保制度里非常温暖的一环，那就是居家医疗照护服务。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难免会有所变化，有些长辈因为中风、失智、严重关节炎或重大疾病治疗后，身体较为虚弱，导致行动不便。一旦需要复诊或取药，出门一趟就可能成为全家人的大工程，要联系交通工具，需要协助上下楼，家人可能还要特意调整时间陪同，整个过程颇为费心，既让长辈感到过意不去，也增加了家人的照护负担。正是为了缓解这样的困境，健保署推出了居家医疗服务。它的理念很直接，也非常体贴。如果长辈因失能或疾病外出就医确实存在实际困难，便可以申请让医疗来到家中。经过评估核准后，医院或诊所会组建一个专业的居家医疗团队，成员可能包括家医科或老年科的医师、护理师、药师，甚至物理治疗师或营养师。他们会定期预约时间，直接携带便携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提供上门服务。医生可以在您家的客厅或卧室为长辈进行问诊、检查并开具处方。护理师可以帮助换药、注射，指导照护技巧。药师则会说明用药注意事项。在整个服务过程中，您只需要像在医院一样出示健保卡，支付少额的居家护理访视费及挂号费，而主要的医师诊查费、药费、材料费等医疗费用均由健保承担。这不仅大大节省了往返医院的交通、时间与人力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让长辈能在自己最熟悉、安心的环境中接受治疗，避免了奔波之苦，更好地维护了长辈的舒适与生活品质。这对于长期卧床或行动极为不便的长辈家庭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支持。遗憾的是，如此便利的服务，目前知道并申请的人还不多。如果您的家中有这样的长辈，建议主动向住家附近有提供此项服务的大型医院或社区诊所询问，了解相关申请条件与流程。早一些了解，就能早一些让家人和长辈从就医的奔波中解脱出来。好了，之下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为大家详细梳理了健保卡背后几项实用的服务，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和总结一下。第一，根据您的年龄阶段，使用成人预防保健服务。40到64岁每3年一次，65岁以上每年一次，可免费进行多项健康检查，帮助关注血压、血糖、肝肾功能等指标，及早留意身体状况。第二，根据您的风险情况，使用5癌筛检服务，特别是50到74岁每2年一次免费大肠癌筛检，以及有肺癌家族史或重度吸烟史者，每2年一次免费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借助这些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相关健康问题。第三，根据您的户籍所在地，了解健保费补助政策。确认自己是否符合户籍地政府的老人健保补助资格，可能减轻保费负担。同时，记得核对子女薪资单，避免重复扣款，妥善管理这份福利。第四，根据家人的身体状况，在需要时申请居家医疗服务，让专业团队上门，为行动不便的长辈提供到家的诊疗与照护，减少外出不便，也减轻家庭的照护压力。这些服务是我们作为健保体系的一员可以了解与使用的资源，它们也是社会为应对高龄化趋势所规划的支持措施之一。然而，资源总是留给那些了解信息并且主动行动的人，政策与服务一直存在，但如果您不了解，可能就会错过。如果您知道了却未去申请，这些资源便无法发挥其作用，这中间的差距往往源于信息不足。而之下和乐龄养生频道希望做的，正是帮助大家补足这些信息，希望通过今天的说明，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了解更多实用的资讯。因此，建议大家不妨行动起来，查看一下自己的健保卡和身份证，根据自己的年龄，看看是否符合免费健康检查的条件，今年是否已经使用，回顾自己的家族史和生活习惯，该做的癌症筛检是否已经安排，查询一下自己户籍所在地的政府网站，看看是否有相关的健保补助政策。这些简单的步骤，关联着的是您与家人的健康与权益。如果您觉得今天之下分享的这些内容对您有所启发，有所帮助，或许能为您或您的家人提供一些便利，那么请您给我们一个真诚的赞。您的每一个赞都是对我持续分享的鼓励，也是我继续为大家整理实用资讯的动力。
同时，也欢迎您将这篇文章分享出去，分享到您的家庭群、朋友群或社区群里。您的一次分享，或许就能提醒到一位尚未了解的长辈，让他有机会享受到合适的服务。最后，如果您觉得乐龄养生这个频道的内容踏实有用，欢迎您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提示。我是张之夏，感谢您耐心的阅读与温暖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